大家好，我现在到贵州茅台镇啦。茅台酒就是这里产的啊。看身后这条河呢，就是著名的赤水河，茅台酒就是用这个河水酿的。而且红军4渡赤水啊，就发生在这里。这个山头上还有一个4渡赤水的纪念馆呢。先看一下它的地理环境啊，这个茅台镇它是处于山谷中，中间是赤水河，这两边都是高山。然后这个茅台镇啊，就建在河的两岸这个山坡上。这个建筑都挺有特点的吧，依山而建。然后这个镇上啊，大大小小有3000多家酒厂，不愧是有酒都的这个称号。走在这里的大街小巷，能闻到浓浓的这个酒香。就我现在站在这个广场上，都能闻到很浓的这个白酒味儿。带大家在这个小镇上转一转啊，挺有特色的小镇。中国100强小镇第1名，这地方很有钱的。这个广场上，这是1915广场，广场中间呢有一个打破的瓶子这个雕像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纪念这个茅台酒啊，在1915年巴拿马那个万国酒类的博览会上获得了金奖。我们应该都听过那个故事吧，就是当年在美国纽约举行那个酒类博览会，茅台也参加了。但是快结束的时候，茅台都没有什么名气啊，他们就想了一个招，就故意把这个酒啊摔烂，摔在地上，顿时一股酒香扑鼻而来，然后让参展的那些评委啊什么，哇，一种惊艳的感觉。大家就一致认为，哎，这个酒真香，真好，所以茅台酒就获得了这个金奖了。它和那个法国的白兰地，还有爱尔兰的威士忌，同获了金奖，被誉为世界3大蒸馏白酒啊，就是这么获奖的。所以在这个广场上搞了这个雕像啊，纪念当年那件事情。茅台镇啊，真是和酒结缘了。然后这个广场呢，就叫做1915广场，因为他获得那个金奖的时候就是1915年。你看他这个镇啊，这个镇里面很狭窄的这个道路，停车很不好停啊。然后我把车呢就停在这个广场下面，有一个巨大的停车场。然后大家看那个半山腰那么多房子，然后它那个道路都很窄的。这里有一个台阶，上面写的神秘茅台。我开车就是从那个上面盘山路这样一路盘下来的。这里酒香四溢啊，看这里的房子挺漂亮的吧，挺有特点啊，依山而建，感觉都是木质的房子啊。这是哪个民族的特点呢？你看这房子的装饰全部是木头的感觉，很漂亮。现在我就从这个桥上走过去，到对面的那个4渡赤水纪念馆看一下。当年红军就是从这里渡过的赤水河。为什么叫赤水河呢？因为它这个河水啊呈赤黄色，所以得名赤水河。毛主席一生指挥过那么多战斗啊，但是他最得意最满意的一次呢，就是这个4渡赤水，就是指的这里啊。现在我就走上这个桥了。哇，这外面是没有铺木板的，里面这是铺了木板，还挺宽的这个桥。河水就从这里拐弯流到那边了，然后一直就汇入长江了，它是长江的一个支流。这个赤水河两边啊，有好多中国的这个酒厂，喜酒、郎酒、茅台酒都在这赤水河两岸呢，所以这赤水河非常适合酿酒。近距离看一下这个桥啊，这是一座钢索桥，从这里可以看到那个钢索啊，每2个为一组，一共有15组啊，上面铺上木板。想起了那个飞夺泸定桥的那个泸定桥啊，但是它一点都不晃，走上去很稳。它两边是用这个钢索给它拉着的，桥面距水面有10来米左右吧。这个赤水河流的不是很急，
但是这个河面挺宽的，目测一下，应该有个100-200米吧宽度。想象一下当年红军的大部队从这河上渡过去的情景啊！忘了说了，那个桥叫做红军桥，这里就是茅台渡口啊。红军当时在这里搭的浮桥，通过了赤水河，这是纪念碑。现在继续爬山，走到那山顶，看风景更好。这里全是台阶呢。爬到山顶了，红军4渡赤水纪念塔。这个塔25米高，象征着红军25000里长征。有4个这个柱子啊，像波浪一样，这就是4渡赤水的意思。这个纪念塔它正好建在赤水河转弯的这个地方，只有飞无人机上去才能看到那个大转弯。这上面风景不错啊，看风景不错，它是一个制高点。山顶的三角梅开了，好鲜艳，好漂亮啊！站在这山顶啊，再看一下对面的茅台镇，一览无余，这个视野真好。哇，看这个山头上啊，这么多错落有致的房子，排列整齐，很有特点吧？全是木头房子，山顶上都建了很多房子。这大大小小好多酒厂的，全是卖酒的，这些里面。如果你开着车在这个镇上溜达，你就会发现一个现象，就是如果你想找一个吃饭的餐馆啊，非常难。但是它大街小巷啊，都是遍布了这个卖酒的店铺，这也算是当地的一个特色了啊。下面这就是红军桥，这里视野不错啊，太棒了，点个赞，朋友们。茅台镇前面这个山上有一个塔，我准备爬到那个塔上去看风景，那里是制高点啊，风景应该不错的。走吧。原来山顶是一个寺庙，叫祁隆寺。哇，这口气好大呀！进去看一看。寺庙的环境很好，全都是这个绿树掩映。顺着这条路上来，就到了塔下面了。1、2、3、4层，但是现在没有开门，锁着呢，它还没有完全建好。建好的话，可以来这里观光旅游啊。现在外面的树太高了，挡着风景啥也看不见。如果上到楼上面的话，视野就开阔了。这里是手机信号站。哎呀，看不到，就这样吧，下山去了。这个是后山，全都是大山呀。清清的河水流啊，白云一远走，晴朗的天空照那里，我看太阳升起。富饶的土地啊，花香飘万里，微风吹动着大地，烦恼已过去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贵州的茅台镇，就是产茅台的这个地方。昨天在这住了一晚，早上起来到这个楼顶的观光平台来看一下风景，带大家看看茅台小镇。哇，特别的漂亮啊！山谷中的一个小镇，它这边的房子啊都是这个在山坡上盖的，依山而建的，漂亮吧？这下面就是赤水河，红军4渡赤水的地方啊。茅台酒就是用这个赤水河的水酿的。这是一个峡谷中啊，两侧都是高山。早上的时候，这个空气好清新啊！看我住的这个地方，后面都盖到山上去了。楼顶是一个观光平台，我选的这个酒店环境不错吧？
坐在这里啊，看着对面的这个景色，是不是很享受呀？尤其是泡一杯茶，在这里躺着看一会儿书也挺棒的。在茅台镇啊，就要坐到这边看对面。如果你是坐到对面的话，你往这边看是不怎么壮观的。然后，但是这里有个问题，就是停车不太方便，停车不免费啊。我的车停在对面这个广场上的地下停车场里面，停一天是40块钱封顶。停好车了，可以走到地面上，到这个著名的1915广场上来玩一下。这个广场我昨天已经拍过了，为啥叫这个名字呢？昨天视频里也说了啊。然后这个小镇呢，不怎么大，但是它这个住宿啊，什么消费价格还挺贵的。像这些店铺呢，大部分都是卖酒的，这个酒店客栈也比较少。看一下这个镇上最贵的、最好的2个酒店啊，一个就是这个，叫做希尔顿酒店，5星级的吧，盖的还是挺壮观的吧。这里有它的这个标志。还有一个酒店呢，在那个方向呢给挡住了，一会儿我下去拍一下吧。那叫茅台国际大酒店。这2个酒店最便宜的房间啊，现在淡季的话是700-800块钱。好一点的房间就1000多了啊！一个小镇上有2个5星级酒店，但是很奇怪的是，没有这个连锁的快捷酒店，比如说如家呀、汉庭这种的没有，大部分都是这个民宿和客栈。对了，它这个茅台镇啊是有自己的机场的，实力可以啊。然后带大家看一下我住的这个民宿吧。虽然说便宜吧，但是我觉得这个风景也不错的啊。去看一下房间里面，从这里走下去，楼梯比较窄。今天茅台是阴天，曲径通幽的这地方。再下一层，进来房间啦，就这么大。10几个平方吧，这边是卫生间和洗手台，这边就是一张大床，然后它是没有电视的，有空调。我这个是朝北的啊，刚才就是在那个天台上拍的视频。然后他房间里有2个这个香水，我闻不惯这个香味儿，我把香水放到外面了，一会儿退房的时候我再给他拿进来。怎么样？这个房间140多一晚上啊，大家觉得贵不贵呢？很小的一个地方啊，但是卫生还挺干净的。我这个房间是背对着赤水河的，房间里看不到河。如果是河景房的话，就要200多了啊。我住这里呢，主要是看中它那个天台了，在天台上面可以看这个茅台镇的景色。现在走到彩虹桥上面了。这个桥还挺漂亮的，这个杆上都有灯，晚上亮灯了以后也比较美。再看一下赤水河，河面挺宽阔啊，有个100米左右吧。然后河的两岸是有这个观光步道的，吃完饭了沿着这个步道溜达溜达还是挺好的。然后两边呢都绿树成荫，环境特别好。这下面呢还可以钓鱼，你看这里有人在钓鱼。然后白天如果天气热的话，还有人在里面游泳呢。这里有台阶，可以走到河边，和赤水河来一个亲密接触。赤水河是挺平静的，大家看，慢慢的流下来。到这里的时候被台阶挡住了，所以这里流的比较急。这个水呀比较浑浊，可能是现在慢慢到了雨季了吧。这河里面有泥沙。闻名世界的茅台酒就是用这个河水的水酿造的，在这里拍个照啊，太棒了！这个就是茅台镇最好的酒店，叫茅台国际大酒店。从这个外观就能看出来，确实是很气派啊。在这里面住一晚啊，最便宜的800多，住一晚呢可以买到2瓶1499的飞天茅台，拿出去一转手啊，就能挣好几千。所以很多人来这里住，但是你不一定能预定得到房间，
这个房间很热门的，要提前多少天预定呢？这是晚上9点钟茅台镇的夜景，灯光都打开了，真不错啊！亮灯最亮的这里就是1915广场，我听见有人在那里唱歌呢，一会儿我去看一看。哇，转到这边，这里才是最壮观的。这个灯光呀，跟湖南的凤凰古城很像啊，都是在河边有这个观景的这个民宿，而且从山脚下一直延伸到山顶了，万家灯火的感觉。再转到这边，然后那个拱形的桥就是彩虹桥，横跨赤水河上面。我又走到红军桥上了，晚上出来吹吹风，桥上面的五角星都亮了，这个夜景真漂亮。再看一看下面的赤水河，远处是那个彩虹桥，夜景不错啊。现在疫情期间游客真的好少啊，你看这条路啊，就是夜景最好的这个楼底下都没有几个人，晚上都不出来玩吗？这个红军桥的桥头上有人在唱歌呢，唱的还不错呀。这个夜景真是太棒了，我用无人机航拍一下吧。清清的河水流啊，白云一远走，晴朗的天空照大地，我看太阳升起。富饶的土地啊，花香飘万里，微风吹动着大地，烦恼已过去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贵州茅台，这2天在茅台镇的周围转了转，了解了一下这个中国最有名的白酒，它的一些文化和历史啊。今天要开车去那个四川的宜宾了。宜宾是著名的五粮液的产区，从茅台产区到五粮液产区啊，都去转一下。中国最有名的2个白酒品牌，它俩离得不远，开车的话也就2个来小时吧。这马上就离开贵州了，做个总结吧。我在贵州玩了1个月时间，这1个月我才转了几个点呀？转了贵阳、毕节和遵义，才转了这3个地方，就花了1个月时间呢。贵州确实好玩的地方太多了，还有黔东南呀、铜仁这些我都没有去呢。以后有机会的话，我再来贵州玩吧。这次因为离得四川近，我就开车先去四川了。这个视频就总结一下我在贵州玩了1个月，一些旅游攻略呀，一些贵州的旅游印象，还有花了多少钱，简单总结一下。现在我先开车找个地方住啊，在车上还是不太方便啊，开车去找个地方住。我这个车现在已经开了多少公里了？给大家看一下，刚打着火啊。4600多公里了，哇，马上就要做保养了哈，5000公里一保嘛。看一下它这个油耗呢，油耗是多少？100公里5.9个油，这是跑高速的油耗啊，还是挺省油的吧？不知道它这个表显准不准呢？到宜宾了，这个桥修的好壮观呐，这是万里长江第一桥，桥下就是滚滚的长江水。宜宾的车牌是川 Q， 我开的是云 A， 哈哈哈。在宜宾的老城区找了个快捷酒店啊，连锁的，还不错吧，干净卫生，105块钱，还有免费停车场，还有窗户，我觉得很不错啊。贵州玩了1个月啊，做个简单的总结吧。先说一下花费情况，刚才我统计了一下。微信、支付宝，看了一下我的花费情况，一共花了9300多，
怎么样呢？还可以吧，我觉得又是吃饭、住宿、景点门票，还要车子加油，还要高速费，反正一共吧9000多块钱，每天花300多。哎呀，比我刚出来的时候花的多了。再说一下对贵州的一些印象啊，我简单总结了这么几点。第一个，贵州我感觉好拥挤啊，然后人口密度大，住的人多地少，所以大家都挤在一块儿嘛。然后这个停车呀也比较难停，像我现在有车了，找酒店的话，尽量要找这个有免费停车场的酒店啊，比较难找啊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呢，贵州这个山呀，确实是挺多的，很多城市呢都是山在城中，城在山中。再就是贵州这些景点呀，都比较分散，东一个西一个，南一个北一个。没有个车呢，确实还不容易呢去这些地方。然后贵州这些景点啊，好多都在那些人迹罕至的地方，感觉都是与世隔绝了。你像我去的那个挂壁水渠啊，那个挂壁天路这些景点。完全就在大山之中呢。以前他们没有路的时候啊，那个当地的村民都很少能走出那一块去，真的是过着与世隔绝的这个生活。但当然现在路修好了，这个交通也方便了啊，这是第二点。第三点呢，就是贵州的这个城市建设还不错啊，能感觉到这个发展的特别快，这些高楼大厦呀都是特别的新，应该是最近几年盖起来的吧。而且贵州这些偏远的山村，这些路都修得不错呢。你像我开车到那些与世隔绝的山里面，那个柏油路啊，修得也特别好，很出人意料。但是有一点啊，这个公路上呢特别多的井盖，不管是贵阳这种大城市，还是遵义这个第2大的城市，这个马路上就是可能连着给你好几个井盖，你避都避不开。可以说是井盖之城吧，这也算是这边的特色了嘛。再说一下第4点，贵州有山多，我总结了一下，就是大桥多，瀑布多，溶洞多。先说一下大桥，因为贵州都是山嘛，它就需要架桥，好多那些世界级的那种大桥啊，什么北盘江大桥呀，我去的那个挂壁公路那里也在修大桥，还有那个郎酒那里也在修大桥，这些大桥都特别的壮观。但是因为我是开的高速公路啊，没有办法停下来去航拍一下，所以我看过这些大桥，但是没有拍下来啊。再就是这个瀑布多，最有名的就是黄果树瀑布吧，这个我没有去，为啥呢？因为它要5天3检，就是5天之内做3次核酸检查。当时我在贵阳的嘛，因为当时贵阳有一例从上海回来的阳性，所以你在贵阳做的核酸还不算，必须在他们当地做3次核酸检查，这才可以呢，不然进不去景区啊。但是这样的话就会耽误很多时间，所以我就没有去这个黄果树瀑布啊。但是我去了其他地方，这些瀑布也特别多。再就是这个溶洞多，贵州这个地下的溶洞确实是很多很漂亮。最大的那个织金洞啊，洞里面真的就是一个地下世界，从外面是完全感觉不出来的啊。洞里面还分的水路和旱路，像我去的那个清虚洞，还有洞上面开的天窗，就是天坑，哎呀，就是各种类型的溶洞啊，还在洞里面修了篮球场，各种各样的洞。最后一点呢，再说一下贵州的吃的吧，吃的我是吃不惯啊，贵州这边他们也吃辣椒。然后他们这边呢喜欢吃那个酸汤鱼，又酸又辣那个酸汤。然后他们这里呢还吃折耳根呢，就是我们说的那个鱼腥草啊。这个鱼腥草不知道大家吃没吃过，就是凉拌的，那个腥味儿特别的冲，我是吃不惯的。然后他们这边呢平时都是吃米粉啊，牛肉米粉啊，什么这些臊子米粉我都吃不惯。我都平时是吃一些汉堡啊，什么鸡腿、鸡翅、汉堡之类的。我看好多人说贵州的美食很多，但是因为我太挑食了，这些美食对我都没有诱惑力，我都不吃啊。好吧，一共总结了这么几点。
大家觉得和你印象中的贵州一样吗？可以在下面评论区留言啊。好的，明天就开启四川之旅了。好，明天见，拜拜。